我们必须学会少以人们所做或未做的事来看待他们，而更多地从他们所受的苦难来理解他们。对一个道德社会的最终考验是它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样貌。行动不是来自思考，而是来自对责任的准备。评判他人使我们盲目，而爱则是具有启发性的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与其说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罪恶，不如说是勇敢积极地去执行上帝的旨意。对邪恶的沉默本身就是邪恶，神不会认为我们无罪。不发声就是发声，不采取行动就是采取行动。廉价的恩典是我们赋予自己的恩典，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次又一次寻求的福音。检验一个社会道德的试金石是他为其孩子们做了什么。感恩将记忆中的痛苦转化为平静的喜悦。牢房里的生活完全可以比喻为降临，人们等待着，期盼着，做着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，牢门紧闭，只能从外面打开。我们不应仅仅给不公正的车轮下受害者的伤口包扎，我们应该直接去撬动那个车轮。只有那些对小事心存感激的人才会获得大事。乐观的本质是不计较现状，但它是灵感、活力和希望的源泉，而其他人已经放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得到的比我们给出的多，没有这样的感恩，生活就不能丰富。只有怀着感恩，生活才会变得丰富。一次顺从胜过100次讲道。每一次旅程都有旅行者所不知道的意义。一个人在团契中欠别人的第一项服务是倾听他们。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，他是在召唤他来经历死亡。廉价的恩典是宣讲无需悔改的宽恕，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，没有告解的圣餐。上帝不是爱某个理想化的人，而是爱我们这些真实的人类，不是某个理想化的世界，而是这个真实的世界。上帝的真理出于爱来审判受造之物，而撒旦的真理出于嫉妒和仇恨来审判他们。乐观的本质不在于对现状的看法，而在于对未来的看法。上帝的旨意，法律也表达了这一点，是人们应该通过爱来战胜他们的敌人。因此，受苦是真正门徒身份的标记。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，不在于他在舒适时刻所占的位置，而在于他在挑战和争议时刻所占的位置。安全的道路上没有通往和平的路，因为和平必须冒险，它本身是伟大的冒险，永远不会安全。门徒身份不是人对基督提出的提议，我们必须准备好，让自己被上帝打断。只有在苦难中，上帝才能提供帮助。成功不是上帝的祝福，而是对信仰的考验。归根结底，信仰的生活若不是灵魂用一切可用的武器与肉体的不断斗争，则什么也不是。宽宏大量的人的特点是不求别人的恩惠，但准备随时对他人施以善行。不是你的爱维持着婚姻，
而是从现在开始，婚姻维持着你的爱。信仰的本质是少言而多行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会。